由远古至今，执一根竿，游走于山水间。望云卷云舒，品碧波倒影，无关渔火，无论晴雨。我们将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体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钓鱼人。然而，近30年间，钓鱼格局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从传统钓到悬坠钓，从海竿到路亚，越来越多新奇的玩法和招数走进千家万户。30年，一个时代的变迁，垂钓运动也正大刀阔斧地昂首向前。30年，从传统经济到电商风云，家钓迷陪你将最古老的运动与最前沿的大数据合二为一。邀请数位国内顶级垂钓大咖，奔赴数10个黄金钓场，揭秘数百个垂钓技巧，呈现一场最佳的垂钓饕餮盛宴。我叫小钟，38岁，我在国企上班，有时熬夜拼搏，废寝忘食，有时懒散。拼搏为了什么？我觉得我此生就2大爱好：第一，网购，没钱呐，所以网购；也因为网购，所以没钱。于是，我老婆说我败家了。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说话？第二，钓鱼。嘘，这个让我老婆听到。这比说我败家更。你一天到晚在这里弄这些钓竿，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些钓竿都拿来扔掉去？所以，就算为了钓鱼，我必须和我老婆斗智斗勇。在她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先溜。我先溜了。我叫李成峰，接触钓鱼已20余年。小时候我就是用竹竿钓鱼，那时候山清水秀，也不懂得钓技钓法。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见证了从七星漂到孔雀鱼，从芦竹竿到碳素竿。我不知道未来的垂钓格局会是怎样，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细心的钓鱼人，去探究每一细节，去练习每一个技巧。我喜欢交流，习惯向每一个钓鱼人学习，不为其他，只为爱我所爱。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迷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最佳钓技》。本期我们首站来到衢州的黄金钓场，探索巨物用竿的奥秘，分享伏魔系列。这与水中未知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对于用长竿钓大鱼这种钓法，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这次刚好有一个机会约到李成峰老师，他可以带我去一个专门钓巨物的地方，博博大物。我跟小松呢之前就认识，也曾经约过我几次钓鱼，我一直没空。那么这次呢，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约在一块儿。最近钓友跟我反映，大个体的螺丝青经常能够遇见，而且数量挺多的。那么只是成功率不高，所以我们针对的大鱼这一块准备了一下，来这个水库来钓一次。我观察了一下这个水面的状况，发现这个水库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边是一个小坝。像这种季节，大个体的鱼一般都在深水
栖息比较多。也就是说，钓这种大个体的鱼，小坝这边是比较有优势的。李老师啊，哎，你早。你好，就是这个小水库，里面有大个体的青鱼，而且密度不低。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针对大个体的鱼搏一把？好的。我这儿准备了杆子哦，带这么多。啊，你看看你喜欢中意哪一款，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选一根。好的，我们就开始。今天应该我们这边7.2米的比较合适。对，没错，这个水位的话，应该说钓大鱼7.2米比较适合。红魔大雾。对，这个是钓大鱼的。我们通常性钓鱼人最习惯选竿路的长度是水深的2倍，这样操作起来、钓起来，包括控鱼会比较顺手，也比较舒服。所以呢，我针对这种大个体的鱼情，我选择了伏魔的大雾竿。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当我抽出伏魔典藏版的时候呢，觉得它比较轻，在我这个手臂力量能够控制范围之内。如果选中了杆子，我怕我体力不支，所以我选择了伏魔典藏版。到达水库后，李成峰与小钟同样选择伏魔系列7.2米的手竿。不同的是，小钟选择的伏魔典藏更为轻巧，对于初学者而言，降低了抛竿的难度。你坐窝又坐下去了，你再守着点儿。我觉得你还是用颗粒吧，颗粒都来吃过，我也吃过，你也吃过，它会吃颗粒。伏魔大雾呢，之前我自己也比较了解，它的韧性比较见长。刚开始我听到嗖的一声，李老师上鱼了这个手，这个时候杆子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功能，我心里非常非常兴奋，我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你这个杆子软一点，起竿的时候就能立起来。你让我去拿刀啊。好，我们把它控在可控的钓点以内的范围。像这种螺丝青啊，其实就是贴着底在溜，然后它会一点点的出水，力量很大。我们大概在离底1米的地方溜，慢慢鱼其实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它就会离底越来越高。出水的时候还有几浮一起。我是非常想看看李老师他是怎么控制这个大鱼的。看这个杆子的弧度来说，应该这条鱼不小，但是具体有多大，我心中也是个未知数。红5度不到，这种鱼竿选大鱼的鱼竿，应该去选这种，也就是说受力越大，弧度越大。没问题，我拖到边上，那你慢点啊。操鱼要注意什么？哦，大概10斤重吧。现在这种季节，青鱼应该是发力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食欲也最旺盛。好 ，OK。钓鱼，没有出任何意外，搞上来了，20斤左右吧，不止。
唯一的担心是怕那么轻的杆子是不是能承受这么大鱼的冲力，所以当时对这个钓竿的强度会有所担心。最后经过长时间的遛鱼，把这条20多斤的螺丝青给斩获的时候，才解除了我们对这个钓竿真正的担心。当时我看到浮标啊有动静，突然间就一个黑漂，那个时候我就憋住了劲，用力一扬竿。好鱼。浮模的典藏版是以刚性见长，钓位和水面落差比较大，导致了鱼往外冲的时候杆子立不起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杆子还没有立起来，线就断了。其实当时我内心是非常遗憾的。那杆子太硬了吧？慢点。小钩细线也能溜大鱼，挑战一下。针对这种大个体的鲫鱼，原塘的鱼种其实挺丰富的。幸亏杆子比较硬。小桃花鱼。欢迎收看由浙江嘉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最佳钓技》。在做钓的前1个半小时，李成峰利用浮模大物钓性的优势，配合娴熟的控鱼技巧斩获一尾，而小钟命中巨物后，还没等巨物现身，便遗憾跑鱼。红薯浮模系列的7.2米，接下来小钟能成功收获大鱼吗？哦，我这边有口了，小心啊，抓住机会啊！我觉得你应该换根杆吧，那杆子太硬了吧。刚刚前面我有一杆慢慢黑下去的，但是打的是空杆。鱼往哪儿走，你跟着点，前期它发力。好的。现在就是离地1米左右。隔了1个小时以后呢，它的浮漂再次出现了信号，它就不是在原地强行的去遛鱼，控在这个地方。我得往后退。对。控制鱼。不小，真的不小，比那个还大。鱼如果进来能够控得住，人尽量的往后退一点点。当时这条大鱼翻出水面的时候，我发现这条鱼真的非常的大。他选用的浮模典藏杆呢，是以刚性见长，杆子比大物那只杆子腰力要足一些，所以立住杆子的时候，尽量的把它控住了以后，人往后撤，或者再及时的倒杆，这样的话把杆的位置玩得比较厉害，周旋的余地就会大一些，更多的准备的缓冲的时间，尽量的就是鱼发力的时候你就往前跟。小钟用的这款典藏杆，7.2米的也就218克吧，把那么大的鱼溜上来，可以说一种极限的挑战。还有一个就是硬杆子相对的来说鱼容易躁，软杆子反而是鱼不容易发力。像大物的杆子，它腰身的那种粘性、那种弹力，缓冲它的那个冲劲。好，
这个鱼可能比我那个大，就快出水了。再来2个来回。正嘴上嘴唇，这位置还是可以的。它随时调转头往深水潜的时候，一定要会松，那么这个时候才控得住。可以抄了吗？你就可以在这种杆上熟悉它，把它操作运用更好。工具是靠人用的。当时我和这条大鱼来来回回前后后，大概总共搏斗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吧。鱼终于上来了，心里这块石头也已经落下了。第一次将这么大的鱼钓获，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奇迹。50斤，其实我们只要运用得当，小钩细线也能溜大鱼。哎，留个纪念。哎呀，真大！哇！哎呀，37斤，不止，差不多。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鱼被我们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溜出来吗？杆子的功劳。一方面是杆子啊，它的那个腰力够；第二方面，我们离水面岸上大概有1.5米左右，人站的比较高，直接有效力量比较大。小钟，出太阳了，把伞支上吧，人别晒坏了。小钟啊，你看你早上用这个浮膜点长板也能钓到大鱼了，对长竿的操控也有所掌握。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考虑一下，去钓鲫鱼，用短竿？好。临近中午，感觉大鱼开口的几率越来越低。那么我了解到这个小水库啊，里头还有一批比较个体大的鲫鱼也存在。那么像这种大个体的鲫鱼呢，我们其实也是挺有兴趣的。你不是在钓短竿有心得吗？今天我们用一样的竿，我们俩在这儿试试，挑战一下。小钟。直接飞上来了哈。对。素材用的比较好，所以竿身比较轻，比较挺。
的劲儿，出水了以后就蹦得不那么厉害。哎呀，这钓着钓在湖里啊，这运气就是好，不小心掉进湖里了，钓了一会儿，感觉是偏硬，有点挡嘴，因为有部分是钓放过的鱼，所以还是要尽量的把它拍得软一点。这个鱼也是早晨好，别到下午又难讲，晚上又会好，晚上打上灯。哎呦，这半天一口的，哎，今天唯一的遗憾是没带草，幸亏杆子比较硬。经过今天我学到了钓大鱼的这些技法中啊，我钓到更多的大鱼吧。这是我们的谢哥，在我们的大金主，在我们的大制片，在我们的大道具，在我们的服装，加工资，加工资，加工资，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征战了衢州巨物，山水间通过精准的选竿、正确的遛鱼手法，最后成功将巨青收入囊中。哦，大概10斤重吧。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大师的精湛技巧配合伏魔利器，吹响了首战的胜利号角。然而，除了长杆，短杆同样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性和功能。本期我们就揭秘，在黑坑抢快鱼时，怎样的钓竿配合什么饵料和钓技钓法，最后能满载而归。我叫石头，34岁。因为我性子急，所以一切的一切我都喜欢快。开车快，走路快，连洗碗扫地都讲究速度。当下的节奏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无论是工作或是生活，我只是不愿意被埋在茫茫人海当中。对了，你说钓鱼是像慢运动？但我在遛鱼、飞鱼时都讲究速度。当然，只不过失败的时候比较多罢了。我叫李成峰。这个世界越来越快，而我的步伐越来越慢。行走在古迹间，不想错过每一道风景。我喜欢写字，一笔一画间总能透露几分神。我喜欢喝茶，因为茶叶香醇的口感比汽水更加源远流长。而我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慢，比如抛竿，比如当浮漂下顿，那时候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将其斩获。才能满载而归。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啊，想钓快鱼就是钓不起来。看他们这些竞技钓师钓黑坑、钓这些快鱼，很羡慕。然后抽了一天空，约了一下李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去黑坑钓一场鱼。快鱼的意思其实就是密度比较高，开口比较好，上鱼的频率也很快，给口相当丰富。所以我就约他出来一起钓一场快鱼。哎，李老师来了啊！我比你先到哎。我家离这儿很近，所以走过来了。就这儿，这个拐下去那个坑。这边这个黑坑已经是我们在本地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钓场了。也比较干净整洁。本次来到的黑坑位于金华市区约12公里，呈现不规则矩形，面积约22亩，南面深，北面浅。黑坑中以鲫鱼为主，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李成峰老师与石头绕场1周，选择最佳钓位。那边是一座桥，水位比较深啊。这边呢挨着就是路，风向是由南向北刮。我们选择在了北岸，因为迎着风在下风手，容氧量比较高。石头来好的，来了。这个今天咱们钓这种深口的快鱼，选了一只新城的满江红，这个是3.6米的。蛮漂亮的。我觉得这个前期快鱼吧，我们先用3.6米的试试，然后后期如果说，鱼慢的话，没那么快的话，我们再用4.5米去够这个窝子，因为3.6米打完了以后，
它的散炮的窝点在远处，我们可以用4.5米跟上窝子去钓。鱼情慢的话，如果快的话，3.6米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快，回鱼也更快，节奏也更快。是这样，对吧？主动的钓法。要开一把散化比较快的散炮。那么像这个就是颗粒味型的、颗粒类的饵料。我们就把它先取2份，一份本味的超幼类型的本味，一份雪花粉，也把它放入其中。大概的水比呢是1:3左右，你自己用量杯也可以凭经验自己把控一下，大概就是1:3左右。我们先把它，最后一步，轻覆后撒。这款以浮为主的这个散炮基本上就开支了。它这个特点就是入水了以后比较轻，炸。你看，马上散开了，是吧？欲钓快鱼，诱的环节必不可少。以黄面面与本味饵来控制味型，用水笔和轻浮来调整状态。当做到入水即炸，这款散炮就是巨鱼的灵魂。然而，又只是为了更好的钓，那么钓饵的精髓又在哪儿呢？基本上我们是以香为主，2大份好。那么来一份辛香，其实是半粉，对吧？对，一个习惯性用法。对，我们先放半粉和2份香搅拌在一起。好，我们加水，这个水比大概就1:1左右了。1:1好，既然是快鱼，其实很多时候味型要求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只要鱼不反感的味型都能用。垂钓时用饵犹如战争布局，以香为主，以腥为辅，配合之前的诱，基本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不过前期的诱或许更为关键。
石头啊，我看那个捏散饵的这个还是有点不对，抛出去也不太是那个，是不是散饵干了？还是能成团的啊？可以。我来给你弄一下。拉饵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贪图拉得快，分钩一定要分好，然后压在饵料上面以后，2颗，如果有一颗其中一颗不怎么规则，重新来一下。拉饵拉出来以后，正常的用手指掐一块散泡，不必要用手去转，然后把它搁在这个线上，下面确保钩线的结合部位。那么用手指去柄一柄，用力一挤，基本上不会脱钩。那么拿起来，顺势的就出去了。你看落水还是一团烟雾下去，对吧？那么我们的散饵就是入水即化，散落了以后，就是起到一个动态诱鱼的效果。拉饵带散炮好似一门简单的艺术。说简单，是因为双钩分开后，把拉饵附于钩上，完成后再将散饵轻轻捏在拉饵外沿。说艺术，是因为简单的操作手法，入水后可以达到奇妙的雾化效果，使水中产生柱状的诱鱼区，吸引鱼儿注意。哎，李老师啊，我看你这个抛竿好像很轻松，我怎么这么累呢？感觉。你把竿举起来，给我看。啊，你看我的，看到吗？看到了。大概咱们相差10到15公分吧，但是我故意的把主线掐短了，大概10到15公分。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儿顶着大鱼往上顶的时候，顶力就更强，操作就更好。线阻短了以后，起鱼就快，操控性就好，竿头的力量就得到最大的发挥，它的顶钓的力量就是可以把鱼的重量最大限度的承受。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不同的情况有时候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一般来说，做钓黑坑时，整套线组的长度可以超过竿长20到30公分，但为了更好的分鱼，可将线组长度缩短到与竿同长。如此一来，可以让回鱼的幅度发挥到极致。所以这样子截短了以后，不但飞鱼比较轻松，抛竿也比较准。你可以试一试。好，我剪掉试试看。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最佳钓技》。知道啊？哎，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越来越慢了，你不要急于的去抓，你认准了那个有力的顿口，再去捕捉。石头啊，刚才看你接鱼了，去接子线的部分贴着鱼的部分，也就是说去接子线的下半段，鱼正好是挂在这个位置。这样子的话，鱼挣扎的时候，那个
其他另外一个空钩不容易甩来甩去的打结，避免了缠绕直线。那么你去接鱼的时候，千万记住就挨着鱼嘴的去接，但是不要把它攥死了，用竿尖的头去顶它，把手扶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你试一试。好。当中鱼后，接鱼和卸鱼也有着一定的讲究。接鱼时，尽量接住子线下端，借助摆浮的力度将鱼放入挡针处。当钩与挡针相吸，用手轻轻将子线下压，让鱼顺利入户。李老师，我这边还是不断的在跑鱼啊。你感觉是什么原因啊？浮漂它到底了以后有口，然后打就打不着，打不到。对，打不到。你那时候漂目露出来是几目？2目左右。2目左右啊。如果它出了第一口，你不要急于的去抓，你认准了那个有力的钝口，再去捕捉。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信号，万一它蹭线呢？万一它尝试型的诱饵呢？钓快鱼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见信号就想打，甚至条件反射收不住。如果说鱼聚的比较多的时候，蹭线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我们会在聚得鱼的同时，去判断它的信号的虚和实。石头啊，哎，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越来越慢了，没有之前的刚上来的时候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带散炮的频率呢，应该一个是手法上面要紧凑一些，让它散到底部一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带散炮的频率应该略微的高一些的，你最起码2竿里面就带1块散炮，但是可以在高频率的时候呢，是小块一点的散炮，只要续得住、留得住，不要大块的往下绕。大块的往下绕很容易进窝子。我们注重频率去带，不要注重大窝量的去带，因为毕竟我们钓的是鲫鱼，不是鲤鱼、草鱼嘛，对吧？随着坐钓时间的推移，鱼情也会随之慢下来。在持续连竿中鱼后，发现鱼口略逊色于之前，
那么抛竿和诱钓的节奏就需要重新调整了，按照2竿钓1竿诱的方式循环操作，慢慢将鱼再次聚起。接口接口。好，收竿鱼。石头今天钓爽了没？爽了。嘿嘿嘿。我们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我们吃饭吧。啊，好的。好吧。爽了没？大概多少斤？今天30多斤。30斤差不多吧。30斤。嗯。啊，那个今天。那么，今天呢，我通过跟你第一次钓鱼，我看了你，我也观察了你钓鱼，我给你提一点小建议吧。好的。一个是抛竿扬竿，那种动作的直接效果性还没有很熟练，也就是说，抛竿的姿势标准度有欠缺，它直接影响了它打点的效果，然后散炮的这种捏还不是很适应，以前用的少，因为黑坑也好，现在的竞技也好，散炮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再还有一个就是摘鱼卸鱼的这个动作，必须是抓直线靠近鱼嘴的部分去磕，这样子的话，不但磕的概率速度会高，成功率会高，而且避免了断线和获钩，这一系列的。这个以后在这个钓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去留意一下。好的。我们正常的快鱼，钓快鱼，快只是快在岸上，一系列的操作紧凑，节奏紧凑，快在这种地方。真正应该放慢频率、放慢角度的是，入水了以后，浮漂从翻身开始，到正确的那口标准的那口入嘴信号产生的时候，不要急于的去打它，应该放慢耐心的去追寻它的那个命中率高的那个入嘴信号。这个时候慢是慢在水里，快是快在岸上，这就是所谓的快鱼